祝第一届孙小川吧钓鱼大赛举办成功。问这句话里的举办是什么意思？抖音极有可能受美国政府资助，通过愈发严格的屏蔽词系统，对汉字进行循序渐进的摧毁，对人民进行比洗脑更恐怖的认知剥夺和概念失调诱发。美国这么猛打官司又不搞死抖音，怎么看都像是一出苦肉计。如果你有几个月没玩抖音，再打开你就会发现，很多博主说的话配的字幕你已经看不懂了。如果博主本身还带有口音的话，那感觉比嚼丁真的生肉还要难受。死要写成 S， 万要写成 W， 警察要写成 JC。 曾经老一辈人为了简化中文想要实现的汉字拉丁化，终于在以抖音为首的各大社交平台渐渐成为既定现实。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话，那还谈不上摧毁。这件事坏就坏在目前的简中互联网涌现出了一种一词多义、一字多义的现象。在现今的主流平台上，举报一词几乎都被屏蔽或者软屏蔽。软屏蔽意思是这个词你可以在你的视频里使用，但平台官方就会对你进行无通知的限流。这种危害要比单纯的把词变成某某或者星星要大得多，这一点咱们以后再讲。当然，单单对于举报一词的屏蔽，锅根本甩不到抖音头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最早对于该词的屏蔽应该来源于贴吧天涯时代。早期网民的简单淳朴以及审核机制的宽松，带来了无休止遍地开花的骂战，以及由此衍生的举报热潮。在这股热潮之下，人们渐渐发现，不光爸妈不让说了，生殖器官变成星星，就连举报这个词也被没收。其实这一点也很好理解，在那个互联网无实名制的年代，谁都不认识谁，你唯一能有效打击对手的手段就是举报。这也就意味着，当你扬言要举报时，对方完全可以将其视为挑衅或者辱骂。这对于平台来说，举报一词的任意使用只会为骂战火上添油，另外也加重了工作人员的业务量。所以各论坛都不约而同地屏蔽了举报一词，但又在网页上保留了举报功能。意思很明确，你举报可以，但别拿出来说。说的官方一点，就是因为举报一词被无数的网络暴力参与者作为挑衅和威胁对方的词语而使用，这大大破坏了简体中文本就糟糕的交流环境。于是平台粗暴地阉割了所有人对于举报一词的使用权限。更讽刺的是，有些网站网页设计很偷懒，连举报按钮上的举报二字也是星星。但是人们不但需要举报功能，也同样存在对举报这两个字使用的需求啊。这一点是不会根据你平台的政策而改变的。举个例子，有人在论坛上抱怨自己被人辱骂了，如果我想要告诉他举报功能是很有用的，试问在无法使用举报一词的情况下，我该如何把这条信息传递给他？于是万能的网友就开始各显神通了，拒包、拒保、举报汉语拼音、爆举，其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举报了。这就是网民对抗互联网屏蔽词的第一阶段，我称之为造词阶段，但还只是属于阴阳怪气的早期探索，效率极低。你举报汉语拼音刚传开，在网友间形成一点共识，平台立马就屏蔽了，更不用说本就在屏蔽词列表里的举报 JB 了。造词阶段虽然效率极低，平台针对速度快，但这一阶段的确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广大网友其实在跟平台斗智斗勇的拉锯战过程中，也在逐步优化造词逻辑，词语越来越晦涩，形式越来越多样，审核人员越来越难以读懂，但是造出来的词终究是造的。哪怕读不懂，第一眼看起来也和传统词汇差太多。你把举报写成全男，也许可以躲得了一时，但只要你是以交流目的而造词，想要他人都能读懂的话，那词语就必定有被审核员识破、平台屏蔽的一天。造词阶段总的来说是网民对自由交流的需求寻找出路的一次艰难探索，本质上并没有击穿审核和屏蔽词系统。虽然在我看来这一阶段纯粹是在飞蛾扑火，但广大网民在集思广益、阴阳怪气的漫长旅途中，也算积累了大量与审核人员斗争的经验。由于屏蔽词的不断扩充，网民的造梗能力也得到了有效锻炼。我认为，正是这一段经历开启了至今仍没有结束的简中互联网梗黄金年代，也由此应运而生了对抗屏蔽词的第二阶段——挪词
此阶段，对于骂战、讽刺等交流方式有着极端需求的淳朴网友，终于想明白了一件事：我造一个词，你屏蔽一个词，但这个世上总有本来就有你没法屏蔽的词。至于网民们到底是哪一个时间点想通了，或者是因为哪一件事，我想除了抽象文化的盛行，抖音这类平台愈发严苛的屏蔽词政策要负很大责任。本来网民造词到平台屏蔽，再到网民续造新词，其实已经是一种双方都能接受的良性循环了。抖音的出现彻底打破了这一循环，准确的说，是它近乎疯狂的屏蔽各种正常词汇，让网民们逐渐意识到，不光负面情绪的表达不被允许，越来越多中性甚至积极的情绪受到的限制也越来越难以忍受。举报不让说可以，我就把举办当成举报用，能耐你给我把举办也屏蔽了。举办作为一个要被大量使用的正常词语，如果你抖音真敢屏蔽举报的话，哪天热搜上写着大会星星成功，你看丢人的是我还是你？所以举办一词不能被屏蔽的这一特性，使得现如今的这种用法被广泛传播。即使是第一次看到挪词的人，也差不多能够通过上下文的语境推断出含义。当然了，第一个被挪用的词是睿智、是举报还是米，那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但我想基本的挪词过程应该就是这样的：挪用无法屏蔽的词汇来表达想表达的，无论是网友集体智慧的量变引起质变，还是某个独立个体的灵光乍现，都是充满了想象力的一大创举。但是这一发明并不值得任何人开心。就像我说的，挪词的出现可以说正在一步一步摧毁中文的根基。举个例子，祝第一届孙肖川巴钓鱼大赛举办成功。问这句话里的举办是什么意思？你可以认为这是特殊情况，但我告诉你，只要抖音这类平台的政策持续下去，类似的难以被清晰解读的中文会越来越多。中文的根基就是汉字。之前对于中文电影、电视剧为什么都要加字幕，网络上引起过一波不小的讨论。主流观点认为中国太大，方言繁多，所以想听清楚具体说了什么狠。在我看来，这个观点很容易就被推翻。你口音再复杂，能有英语复杂？口音再难听懂，有应试英语难？我几乎看不到任何印度博主给自己加字幕，电视剧、电影什么的就更少了。接下来我要说的话，可能一部分人无法接受啊。相较于英文7900多种音节，普通话1700多种音节，以及单字单音的发音规律，会在听说过程中产生更多的歧义。举个例子，我的手掌很老，这里的手掌是指手掌还是手掌？孤立不正。再来，你有没有食言？这里的食言是指食言还是食言？还有什么给我个交代啦？迷路迷路，制服制服，失败是成功之母，支付宝到账是成功之父，不胜枚举。与之相对应的就是中文可能拥有目前最为优秀的书写系统。作为文字来讲，那中文实在是怎么夸都不为过。有个梗叫做同样的联合国文件，中文版本永远是最薄的。相较于英语26字母，日语的50音，中文拥有至少几千个需要反复练习才能掌握的文字元件汉字，带来的好处就是书面表达特别精炼。我认为中华文明能够不断代书写系统的早早确立和基本完善，可以说功不可没。如果单凭口口相传的话，估计朱元璋能被传承刘邦转世2刷国服。抖音严苛政策带来的挪词行为，摧毁的就是这一系统。想象一下，后人要怎么去理解我们为什么要抛弃举报，然后将词义挤到举办里去呢？通假字真能糊弄过去吗？不过也有一种可能啊，后人脑子里根本就没有举报这个词，举办就是举办，多一词可以做大会比赛的成功操办圆满结束，也可以作为对某人违规行为的向更上一级或权力部门的反馈，具体意思应结合上下语境。不要说是上面的要求啊，这么多平台我就没见过哪个像你抖音这般，直播间要叫波波间，100元要叫100米，福利写成福利，万要说成 W。 如果你说这是平台在表忠心做表率的话，也说得过去。但我认为抖音让人开不了口，也许有着更加阴暗的动机。
这是一个相当大胆且不负责的推测。抖音极有可能受美国政府资助，通过愈发严格的屏蔽词系统，对汉字进行循序渐进的摧毁，对人民进行比洗脑更恐怖的认知剥夺和概念失调诱发。抖音今年官方发布了一期使用规范用字的视频，把各种拉丁化、一词多义的现象归因为网友自发，把自己撇得干干净净，可以说一定程度上佐证了我的揣测。这招想想就够歹毒，假装响应上级政策，实则层层加码，不断给网友上捂嘴私刑，然后既甩锅上级，又指责网友自发，自己欲结冰清白莲花。今天各种网站上年轻人对于央视、对于人民日报的各种怨气，你敢说抖音这样捂嘴不是火上浇油？这样一条计谋是他一家平台能够想出来的？你敢说美国智囊团没有介入？可能这时候又有神要说了，唉，美国，唉，资本。我要说的是，我敢这么肯定，美国政府也是有原因的。自打特朗普时期，抖音就一直被美国质疑受中国政府派遣。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美国要一直跟字节跳动打官司啊？互联网对其旷日持久、铺天盖地的宣传更是匪夷所思。在我看来，这就是在转移注意力。只要我一直怀疑你是别人的卧底，那就谁也不会想到你是我的人了。美国这么猛打官司，又不搞死抖音，怎么看都像是一出苦肉计。如果你在这个视频之外从未听说过抖音是美国间谍公司，是认知战最前线的说法，那么说明这出苦肉计很成功。当然了，以上都是我一个人胡编乱造的，跟现实中的字节跳动还有美国政府完全没有关系。只要抖音能回答我3个问题，我立马删除这种臆想式的举办视频。1. 中国写成 ZG 的视频哪个平台都有，为什么你抖音这么多？中国让你蒙羞了吗？第2，直播间3个字不让说，响应的是哪条具体规定？说了会不会颠覆政权？第3，宣传美国美好的视频，贩卖软色情的视频没见你删，福利2字却不让人说，怎么在你字节跳动眼里，中国人不配享有福利吗？我是一个俗人，俗的有点纯粹的人，你让我讲大道理啊，上价值啊，我做不到。但如果说汉字系统被摧毁，有人认为是历史的必然，那我也认了。我就怕真的有这么一天，我们的后人要去问日本人死字怎么写，或者说死这个字是什么意思，那我真是死不瞑目了。这繁华的城市有时让人感到陌生，当乌云不断堆叠，暴雨也就如期而至。幸福的定义连番升级，拒绝回到初始版本，就买个红薯吧，否则也太寒冷。一群高贵气质的成人在出发违章动物，他一身尘土在街角迷了路。一群高贵气质的成人在出发违章动物，缄默的泪没有人在乎。一群高贵气质的成人在出发违章动物，他一身尘土在街角迷了路。一群高贵气质的成人在出发违章动物，淹没的泪汇成这方土地的湖。爱护辛苦劳动的人，爱惜水果和蔬菜，更有耐心，带斑马过马路，教他们看红绿灯。